非有消息，12月29日，当地时间9点左右，也就是北京时间8点左右，韩国济州航空的一架波音737-800客机在乌安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，损失惨重，遇难人数一直在上升。这架飞机的注册号是 HL-8288，当时在直飞 7C-2216 航班，从曼谷的苏万纳普返回。非常奇怪的是，它的起落架没有放下，一直使用机腹在跑道上摩擦，最后冲出了跑道，撞上南端围墙后起火。韩国是全球民航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，机票便宜，国际航线众多。韩国的民航24小时运作，很多航司半夜去东南亚接旅客，红眼飞行，清晨到家，很受欢迎。本次济州航空也是如此，上座率很高，接近满员。济州航空是廉价航空，是韩国的第2大航空公司。这架波音737-800的机龄15年，正值壮年。乌安机场是韩国南部服务于光州市的机场，单跑道2800米长。它建设在海边，是由以前的木浦机场迁建而来。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在此都有航班，目的地包括东京、大阪、曼谷和金边等。韩国的航空文化非常发达，当时虽然很早，但因为是周末，有不少的飞友在机场外围观拍摄。有证据表明，这架飞机在进境时右侧发动机撞鸟，引发过火焰。但波音737-800相当结实，只要一台发动机工作，依然可以支撑飞行。另外，视频显示降落时右发的反推打开，似乎并没有被关闭。有人怀疑此次降落接地较晚，所以跑道不够用。起落架没有打开是本次事故中最令人疑惑的事情。通常来说，起落架打开之后并不会因为飞鸟的撞击而缩回，而如果因为机械故障没有打开，则一般会先低空通场目视检查。如果最终决定使用机腹降落，跑道上一般会铺设泡沫以降低缓冲。当然，如果时间紧急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波音737-800的起落架设计非常的简洁独特，它的主轮没有舱盖，就算全部失去动力，也可以通过重力方式打开。有人怀疑确实卡死了，因为这架飞机曾经低空通场，并且最终反向降落。有人怀疑有其他的机械故障，不过综合上述表现的情况，有理由怀疑它经过5个小时红眼飞行，机组比较疲惫，而撞鸟后驾驶舱会有很多的警告声，可能使飞行员分神，导致忘记放下起落架。当然，现在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有限，任何的分析推论都属于猜测，最终请以实际调查结果为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